最近 A 股最火的红人，不是哪个上市公司老板，也不是明星基金经理，是一个白发二次元少女头像。推特账号 ID 叫 Serenity， 90万粉丝，甚至超越了马斯克。国外股民送他一个外号“白毛股神”。26年1月到5月，投资回报率4502.45%，2年内累计收益225倍。海外社区有人统计过，他公开讨论的35只个股，31只赚钱，胜率接近90%。今天这支影片，你准备好揭开这46倍收益背后的真相了吗？内容非常硬核，还请点赞支持我更好的创作。了解一个人，肯定要知道他的过去。我们来看他今年元旦给出评级的48个股票到5月20日的涨幅表现，总共分为3组。第一组是强烈看多，一共有18只标的，平均收益率高达 65.3%， 中位数收益率为 24.7%， 胜率高达 77.8%， 即总共有14只上涨。第二组是看多，共23只标的，平均收益率为 50.1%， 中位数收益率为 20.4%， 胜率高达 65.2%， 共15只上涨。第三组的话是建议规避，共7只标的，平均收益率为负的 22.5%， 中位数收益率为负的 28.5%。这一组的话，仅有1只标的出现上涨。考虑到从年初到现在，纳斯达克指数的上涨幅度也只有 14.7%啊，它看多和看空的胜率以及赔率都处在非常优秀的水平。也有人筛选他较常提及的标的，提取了首次提及该标的的时间，计算首次发帖到现在的收益，结果也比较震撼，平均收益率高达 82.2%， 中位数收益率也有 63%， 其中上涨的标的已经达到18只，那胜率高达 86%。当然，数据统计有2个点不够精确，首先必须排除它是否有推错，然后就删帖的这个行为啊。如果一个博主推荐错的股票就删帖，通常会遭到粉丝的抗议，也会出现掉粉的现象。不过从粉丝增长来看，25年7月注册就是2月份达到5万粉，之后一路飙升到现在的90万，那全程没有出现阶段性的掉粉现象。其次，他首次提及到一只股票的时候呢，未必是在看多，也有可能是在看空或者是观察。比如 Circle 这只股票是他名单当中跌幅较大的一只，但他首次提及 Circle 的时候是明确看空的，就像是提前预判了这支球队会输，直至股价跌到非常低的时候呢，他才转为看多。那目前他在这只股票上的推荐收益呢，依然为正的。综合来看，虽然我们无法确认他宣称的账户收益数字，但他确实具备极强的选股能力。近期他又开始关注 Serve， 视频后半段我们再做 Serve 的分析啊。既然他的能力毋庸置疑，他到底用了什么神仙方法来选股？在这里我们选了一个10倍股，拆解他的方法。AXTI 这家公司自从他25年12月22日首次提及以来，股价已经翻了9倍。白毛股神的投资方法论被中文社区称作紫苏叶理论。顶级寿司店里时刻追逐的是金枪鱼大腹，但真正不能断供的是来自于伊豆小农场的紫苏叶。没有金枪鱼，菜单上只要减少几道菜；没有紫苏叶，这家店却会停摆。AI 产业链也一样 ，GPU 和大模型是金枪鱼，硬谱寸底 CPU 激光器，高纯度零原料是紫苏叶，这也是白毛股神最核心的投资逻辑。很多人看到是 AI 公司疯狂购买 GPU， 但白毛股神会继续往下拆。GPU 之间怎么通信，数据怎么传输？当几万张 GPU 同时工作时，什么东西会最先撑不住？他的答案是铜线互联。过去的数据中心主要依赖铜线传输电信号，但随着 AI 集群规模扩大，传统的铜线互联方案会在功耗和带宽上撞上物理极限。当数据中心开始运作数万张 GPU 协同训练时，高频电信号在铜线中衰减严重，散热负担巨大，到最后瓶颈已经不再是 GPU 的算力，而是信息送不过去。这也是 CPU 光电共分装路线出现的原因，把光学器件和计算芯片分装在同一基板上，把原本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数据传输距离压缩到毫米级，顺着 CPU 这条线往上游逐层拆解，他找出了5个认为真正卡脖子的节点。光纤与芯片之间的纳米级对准元件 CPU 架构必须依赖的外置连续波激光光源，生长化合物半导体外沿用层的 MBE 设备，纯度要求达到 6N 以上的高纯度零原料，以及硅光子芯片的 SOI 寸底。每一个节点，白毛股神都找到了对应的全球稀缺供应商，他绕过财报，从资本开支出发，倒推数据中心扩张节奏，再到带宽、功耗、物理边界，最后定位哪个环节是最窄的瓶颈。他啃材料、写论文、分析专利，梳理产能扩张计划，最终供应商认证周期，关注各国的出口管制动态。研究草稿完成之后，他会把整套逻辑输入多个 AI 模型，让他们专门寻找漏洞、替代方案威胁以及存在的潜在估值偏差。只有通过这轮压力性测试，他才会公开发布。
这就是他发掘10倍暴涨股方法论的最典型样本，就是用这种宏观需求一路逆向扒到最底层基础材料方法锁定标的。那么近期他又极力推荐目标价看到3倍的股票，又是哪个呢 ？SAVE。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股票博主回测记录网站，这个网站目的很明确啊，对网上所有输出观点的金融博主进行公平的回测，给投资者一个透明可直观的回测平台。从美股 YouTube 开始，你可以一眼看到基于各位博主视频观点所产生的收益率曲线，每个观点都悬浮在曲线之上，让你看清楚买点和卖点，支持观点的原始证据。更重要的是，点击 Watch on YouTube 就可以一键直达原视频当中结论的关键片段，追溯到精确到秒的证据链，这样你就不用受够美股博主的马后炮和死不认错，不用受够他们的春秋笔法和一堆废话，只想简单粗暴一点，直接告诉我买什么卖什么，什么时候动手。不过我跟这个网站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啊，我只是单纯觉得这个网站功能好。如果你想要体验到我刚刚所说的网站的话，它是需要就是收费的那我们就是作为小白，就免费先看一下它能提供什么就好，就不要在这个方向上花钱。我觉得它只能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啊。当然它的功能确实是比较强大的。OK， 我们现在重点拆解一下 SAVE 啊。那为什么白毛股神这么看好它？目前它的市值的话不到30亿美金，白毛股神目标市值将会达到100亿啊，就是估算这家公司啊。首先这家公司是瑞典小型半导体公司，业务可以拆分为2大板块，第一是光子业务，这主要解决数据怎么在 AI 数据中心飞奔的问题啊。传统数据中心用铜线传输嘛，在极高的算力需求下极易耗电且容易发热，那它提供的高功率激光器相当于给数据传输通道装上了强劲的发光发动机，让海量数据能够在服务器之间低功耗、低延迟的高速穿梭。该业务在公司25年总营收的占比是 30.5%。第二类的业务是无线业务啊，这主要是解决高频信号怎么精确打上天的问题。生产的毫米级和波束成型芯片，专门用在低轨卫星5G通信和防务系统上，这就像是给系统装上一个自带精准定位的信号探照灯，确保高频无线电能极其准确的来锁定移动目标。这项业务目前的财务基本盘贡献了25年的 69.5% 的营收。从财面账务来看啊，它在25年经过调整之后，总营收的话是来到2850万，同比增长 39.8%。但是该公司啊，请注意啊，接下来是你需要知道的事情。该公司目前的进账依然是依靠帮大客户做定制研发技术服务费来支撑，还没有真正就是靠着自家芯片大规模量产销售实现盈利彻底爆发的新阶段。这说明 SAVE 目前还是一家技术故事，讲的比较宏大，但财务体量依然很小，依旧没有彻底稳固的公司。终端需求方面是光互联的超级趋势，随着 AI 数据中心的 GPU 集群越来越大， AI 设备互联愈发渴求海量带宽和极低的功耗。传统像插 U 盘一样的可插拔光模板已经是来到了物理天花板，机飞电又遇到了速度瓶颈，行业正在全面转向共分装光学加光子学路线。那也就是说，光学引擎和 GPU 等交换芯片绑定在一起，实现真正的零距离超高速沟通。同时因为 GPU 在疯狂计算时会产生极高的高温，而发光部件非常娇贵，特别怕热，为了避免高温影响发光效率，系统专门采用了一种叫做外部激光源 ELS 的技术，从外部独立供光，相当于是为了防止发光部件被烤坏，干脆把它单独拎出来，放在就是外面的安全区当中，然后通过光纤把光能源源不断的隔空输送进去。那这种光互联方案的话，能将能耗大概降低 80%。那卡点方面的话是 SAVE 极高的客户切换成本。白毛股神的话，他看中的是这家公司咬住了最难啃的骨头，也就是 INPC WDFB 激光阵列。作为外部光源最核心的部件，这颗激光器不仅要功率大嘛，还要在高温下保持极度稳定。它掌握了一套包含电子光刻，然后以及是什么就独家制造工艺啊，就这家公司它有自己的独家制造工艺，因此客户方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切换成本，也就是白毛股神说的卡点。一旦产品被 AR Labels 或者是其他等头部公司设计导入，成为主要供应商，下游客户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将其替换，因为更换供应商意味着必须将就是底层架构推倒重来，重新跑完长达12到24个月可靠性老化测验与验证。那这个会加大采购成本。
另外一方面的话，客户在12到24月当中没有东西可以买，没有钱可以赚。正如白毛股神原话所说，拿掉 SAFE 下游客户，连产品都做不出来。25年3月，SAFE 的话和巨头达成合作，这导致下游大厂陷入了互相争抢动能的被动局面，定价权会被 SAFE 直接掌握。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暴富机会，你只要定投 SAFE， 也不是定投啊，什么定投，就是你只要买它的股票就一定会暴富了吗？难道这个市场真的没有任何风险了吗？我们反复的验证白毛股神核心逻辑，结论是整体靠谱，但落在投资上风险依然不小。最大风险来自于估值，蕴含太高的期望。目前公司的市值只有20到30亿，对应市销率的话是60到80倍，算下来就说明市场已经给了公司至少20倍增长的预期。这意味着你想要赚钱，公司怎么也要增长30倍。光互联的趋势靠谱，壁垒靠谱，产能紧张也靠谱，但这30倍的增长必须依赖前3个假设同时成立，还包括不出现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出现生产事故等等其他假设。简单的数学告诉我们，如果有5个假设条件，每个兑现的概率都有80%，但所有同时兑现的概率就只剩下33%了。我们当然期待白毛股神能够准确预测啊，那继续他的神话，但我们其实也比较坚信。人的气运不会一直这么好。那视频结尾了，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讨论，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